我走上审判台接受裁决，眼前的大屏幕上实时评论不断刷屏，居然真有人敢站上这个审判台，只有铁证面前的罪犯才会低头认罪吧。好戏要开始了。庭审开始前，法官向我发出最后警告：被告，你是否清楚审判流程及后果？确定要继续吗？若是审判认定我有罪，我会被当场执行安乐死，器官所有权归父母所有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能用我的心脏拯救苏西、琼斯。原告席上，我的亲生父母满眼鄙夷地瞪着我，他们笃定这场审判会赢。我始终无法理解，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可这些年，他们对我百般折磨，厌恶至极，肆意伤害。如今，他们甚至想活生生挖走我的心。无数次我都怀疑，苏西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我不是。此刻，她就坐在父母身边，脸上戴着口罩和墨镜，看不清神情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在抬眼时，眼神坚定地看向法官，开始吧。法官转向原告席，原告方，你们是否知晓本次审判？话音未落，母亲尖声打断，我们是他的父母，这官司怎么可能输？赶紧完事，苏西没时间耗着。审判正式开始。第一项指控指向被告，拒不履行家庭义务，漠视卧病在床的父亲，自私沉溺奢靡生活。屏幕上，母亲抹着眼泪，声情并茂地描述着指控细节。我们家境贫寒，父亲含辛茹苦供我读完小学和大学，可他重病卧床时，我却以学业繁忙为由拒绝探望。我没寄过一分医药费，导致他左腿落下终身残疾。天哪，太冷血了吧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评论区骂声一片，屏幕上播放着母亲反复给我打电话，甚至带着残疾的父亲去大学找我，却始终无果的画面。就连法官都皱起了眉头。原告席上，父母面露得意，我看见苏西微微扬起了下巴。我安静地坐在被告席上，工作人员迅速将记忆提取装置戴在我头上。电流嗡嗡作响，一阵尖锐的疼痛刺进大脑。我紧紧抿着唇，一声不吭。几秒后，屏幕上跳出2个醒目的大字：无罪。观众席瞬间被问号刷屏。这怎么可能无罪？母亲下意识地低下了头，神色有些心虚。我的记忆片段开始在屏幕上播放。那年我8岁，苏西来到我们家。我和他还有他的父母遭遇了一场车祸，他的父母当场身亡。他的父亲是父亲最好的朋友，所以父亲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苏西。母亲也欣然同意，她向来喜欢苏西。从那以后，我的人生彻底坠入地狱。只要是苏西喜欢的东西，我必须拱手相让，哪怕是我的课本和作业。我不肯给，争辩道，老师会骂我的。父亲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，他刚没了爸妈，你让给他一个本子怎么了？那年期末考试前，苏西看中了我所有的笔，我还是不肯给，父亲抄起扫帚就打我。你这个没良心的自私鬼！几支笔而已，给苏西。我疼得尖叫，母亲却抱着哭哭啼啼的苏西安慰，没事没事，妈妈给你买全新的。苏西红着眼睛说，可是那些笔和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好像啊。我浑身发抖地把整个铅笔盒递给他，别打了。我哭喊道，都给你，全部都给你。我不要了。那天我没能去参加考试，期末考试我全科挂科，被强行退学。反正你也不是读书的料，父亲冷笑道，转头看向苏西时，眼神却温柔下来。苏西不一样，她一直是年级第一。可曾经一直拿年级第一的人是我啊！父母从来都无视我优异的成绩。很快，母亲给我在工厂找了份工作，好好干活，按时寄钱回家。她叮嘱道，苏西的学费可不便宜。她的每句话都离不开苏西，完全没注意到我因第一次来月经脸色苍白，裤子上还沾着血渍。工厂的工作很累，但厂里的图书室有不少破损的课本和废弃的旧书。休息时，我总会跑到图书室看书学习。
厂里有些工人有点文化，见我年纪小还爱学，都乐意辅导我，甚至有人想帮我报名附近的高中。我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里，偷偷攒下剩下的钱，盼着有一天能重返校园。可谁知有一次我生病，寄钱晚了几天，父母竟然冲进工厂，对我又打又骂。同事们试图阻拦，混乱中，我的书掉在地上，藏在书页里的钱也掉了出来。父亲一脚踹在我肚子上，胆大包天，敢藏私房钱，我打死你！母亲把书撕得粉碎，你还敢读书？你就是块废料，还做上学的美梦！我跪在地上哀求母亲，妈，别撕了，求你了，这些都不是我的书，是我借的。父亲又一巴掌扇过来，还敢顶嘴？你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把钱花在这种没用的东西上，不知道用在刀刃上吗？他们撕烂我的书，扔进水里，还用脚使劲踩。他们搜遍了我的宿舍，拿走了我所有的钱，一分都没给我留。临走时，母亲恶狠狠地说，闲得没事干就在找份工。苏西报课外班还需要钱呢。我一无所有了，满心满眼都是苏西的父母，从未想过我没了钱该怎么吃饭穿衣。书全被毁坏了，我赔不起，只能打零工挣钱赔偿。其中一份工是在建筑工地干杂活，比在工厂还累。有一次，我来着月经，浑身无力，一桶水泥太重，没拿稳掉在地上。工头见状摇了摇头，说我不能再在这里干了。我哭着跪下哀求，我能做得更好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工头叹了口气，想扶我起来，可水泥已经快速凝固，把我的脚困住了。最后，工人们只能用锤子砸开水泥，我的脚也因此受了伤。工作还是丢了，但工头出于同情，又给了我$300，让我去看伤，买点像样的东西补补身体。我一瘸一拐地离开，这笔钱来得太不容易，而且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想犒劳一下自己。我走进一家当地的意大利面店，点了一份意面。可就在这时，父母带着苏西走了进来。他们像往常一样带苏西出来吃饭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我。父亲勃然大怒，你又藏私房钱是不是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母亲扑过来揪着我的头发哭喊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自己出来吃好的，不管爸妈死活。他们衣着光鲜，苏西甚至穿着带蝴蝶结的蓬蓬裙，像个小公主。我瘫在地上，头发凌乱，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，鞋子磨破了，还渗着脚上伤口的血。可我还是紧紧抓着盘子，飞快地往嘴里塞意面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，那一刻，我能暂时忘记所有痛苦。我看见苏西捂着鼻子，厌恶地转过头去。看到这一幕，父母更加愤怒。母亲拽着我的手，父亲抢过我的盘子，将里面的意面全都倒扣在我头上。吃，让你吃个够。他们带着苏西扬长而去。临走前，母亲搜走了我口袋里所有的钱。我坐在原地，酱汁顺着头发往下滴，怔怔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。他们看起来才像一家人。店长不肯收我的钱，还想再给我换一盘。我摇了摇头，一瘸一拐地走出了餐厅。外面下起了雨，屏幕上我的身影慢慢消失在雨幕中。网络法庭里一片寂静，父母不自然地动了动，避开了法官的目光。苏西始终低着头，不肯看任何人。